大家好，我是周弟。这次北京成轩拍卖呢，8月10号到11号，机制币专场有一个重量级的拍品，让我不得不制作一期视频来专门讲它。就在8月11号的成轩拍卖啊，北京时间9点半开始，大概是100多 lot 之后的编号2562号，是我们中国的币王奉天一两。与以往的不同啊，通常封面都会有2枚以上的精品。这次整个版面啊，全给了奉天一两。让我们翻开目录225页，看到了4个大字：王者归来。感觉在说啊，自从1991年 Goodman 的公开拍卖以来啊，事隔31年后又再次归来的意思。接下来就是孙浩老师对奉天一两的介绍。底价呢是首次的待定，第一次有拍品没有设底价的，所以这次的主题啊，我们专门来讲奉天一两。奉天一两是中国银币大珍之一，是中国货币史上元两之。好啦，关于奉天一两的介绍啊，网络上其实琳琅满目啦。今天来分享一些大家不知道的内幕故事。这次冠军拍卖的 Michael 周啊，在7月23号有幸访问到奉天一两目前持有人，也就是第4位继承人周大伟。David 周呢，在2010年的年底成功购入这枚奉天一两，并把奉天一两啊装入 PCGS 的鉴定盒之中，让更多人相信啊这枚奉天一两才是唯一一枚孤品。另外也访问到陈吉茂先生，他是代替买家张秀清先生在当年1991年美国 Goodman 专拍上啊亲手举下这枚奉天一两。成功啊，让这枚多年流浪海外的银元之王正式回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趁这个机会啊，来还原历史的来龙去脉。这次的直播采访我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也欢迎大家关注快手平台的冠军拍卖频道。首先，这次采访重点是聊聊这枚奉天一两的交易过程与大家想了解的一些内幕资讯吧。可以说是一个对于钱币研究相当重要的一次采访。周麦克呢也全权交给我编辑这次的视频，因为直播上他们聊得有点快，聊得有点太开心啊。我先介绍一下整个故事，再来看直播吧。首先，我们的朋友伊抗耿爱德，他是中国货币收藏研究员啊，应该说这是他自己的兴趣爱好。他在1901年离开维也纳，进入英国银行业，隔1年啊被派往中国分行工作。直到1949年后啊，才移居美国洛杉矶，在中国长达47年的定居时间啊。这段时间，他对于中国银元考究相当的有兴趣。在1920年到30年年代啊，伊抗与 Belker Howard 曾经在上海后面研究钱币。他的朋友也不得了啊，包克对研究钱币也相当的有兴趣，曾经写了不少文章，对上海银饼也有深入的了解。Belker 的遗属呢，是将他一生的钱币与研究资料呢捐赠给博物馆。Belker 在1970年过世之后啊，2007年家属与麦克周见面并谈论此事。2008年啊，也将这个捐赠重责啊交给周麦克先生了。这种无私与崇高的精神啊，感动了麦克。在2009年呢，将139枚中国钱币精华的部分与资料捐赠上海造币博物馆。当年在上博啊，我也有参加这项壮举啊，钱币也都由 NGC 鉴定入盒了。部分钱币及资料呢，捐赠给美国国家史密斯松宁博物馆。伊抗曾经在1954年啊，自掏腰包出版了一本《中国币图说会考》。里面的钱币编号啊，也正是目前大大小小评级公司所使用的方便归纳的编号，想必啊为我们基柱币贡献不少啊。公信力也不用我说了，马上就在业界里成为了权威人物啊。所以我们得知啊，伊抗与 Belker 的钱币研究方面是相当权威及痴迷的。周麦克在整理 Belker 的遗藏时啊，意外发现伊抗与 Belker 通信的信件。内容上提到啊，1941年3月29日，伊抗说道：“我现在收藏了大量的中国银元啊，昨天刚买了这枚浙江楷书啊，花了我$2500。这枚币啊，总共有3枚。
这封信目前已保存在美国博物馆里。这3枚浙江楷书呢，一直到现在也是如此。第一枚是依康买的这枚嘛，最后卖给了刘改造。2006年左右呢，陈金茂买了刘改造的所有藏品，然后再卖给了周大伟。另一枚呢是 Eli Wallet 卖给了张秀清，然后再到一位台湾资深的收藏家。第3枚现在还保存在香港汇丰银行博物馆里。提到这封信主要是要说当时依抗说的3枚就是3枚，到现在呢始终还未发现第4枚。所以过去依抗与 Belker 的文献资料非常有参考价值。1941年私下成交的浙江楷书$2500是当时最贵的中国银元，但也是因为当时奉天一两还被雪藏起来嘛。当年埃及法鲁克一世国王以$1350才购得了最贵的美国钱币1993年双英金币。双英金币呢是公认有史以来成交最贵的美国钱币，存世量有10枚。但是9枚都在国家的库里面和博物馆里面保存着，唯一1枚在外流通的就是法鲁克国王这枚了。在2002年的公开拍卖成交了$700多万，刷新了美国钱币的新纪录。然后同一枚又在2021年的公开拍卖中又再次成交了$1800多万的新纪录同一枚币整整相差了1倍多而这枚1933年的双英金币，当时在1941年的法鲁克国王只以$1350购得，浙江楷书呢则是$2500。1933年双英金币在40年代可是比长须龙金币、浙江楷书都要便宜这也证明了在1950年以前中国钱币是全世界最强的钱币。但在1950年之后呢，受到世界经济的调整银元市场下跌了不少。当然在这之前最贵的币的成交是那个浙江楷书，跟你也有关系。这个在也是1940年，好像那时候是抗买下之后有给波给的信，当初跟这个奉天一两价钱差不多。是我后来他卖给我那枚吗？有可能。应该大概就是那枚。我跟你讲，因为那枚呢是刘改造的，对。那么张秀清那一枚呢是1984年在香港买的，所以应该是我那枚。因为刘改造是第一个在国外买东西，因为那个Andre跟我讲，1966年刘改造就在英国买东西，然后 DC 跟Andre de Carma 是同一年1967年进入收藏中国钱币，因为 Andre 的舅舅是 Sting 的主管，然后这个 DC 是1967年开始收中国钱币，那时候他在20出头，这个名单出来的时候，他跟大卫很像，29岁。就是有这些珍贵的东西，所以你跟那个 DC 有点像。对，我现在也是29岁，我也是 DC 我也是 DC 对啊。这个浙江楷书当时是世界上最贵的钱，在1940年。对，这句话买了我那个浙江楷书的人，现在心里很爽。没有，这是有历史根据嘛？因为他写信给波哥说，我昨天买到这个币，那时候跟你奉天一两价差不多。是。可是1911年长须龙金跟1933年金都比这个便宜50%。同一年1911年，就是汤须本卖给埃及皇这个价钱，我们都有这个气的这个交流。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中国币在那时候是比美国币贵的，所以中国的钱币应该是最看好。因为1933年上次拍的蛮高的价钱，1800万美金。当初是 Christie 还是沙德比帮他拍的嘛？那是也是蛮高的价，可是后来你看翻了好几倍了，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奉天一两，我感觉也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在1952年，这个币是比1933贵50%，是，你这个奉天一两当这个价钱。当然，当时1933其实还是有20多枚的，那个时候是蛮多的，很多人都被没收的，对，那个时候还没有被没收的状态，对，我们有原始信。就是当初1941年福禄克王买法鲁克那场嘛，对他没有，他1941年经过汉修门买下这个1911年这个长须龙金，跟1933年20块金是同一年，1911年长须龙金是多100块钱，可是都比你的奉天一两便宜。依康表示该买的钱币都已经收集齐全了，就缺这枚奉天一两。
当时大家都知道，Econ唯独缺这枚孤品样币，也只有Econ能出得起价格啊。所以这事啊，内地就传开来了。就在1952年啊，葛奈德得知有人有这枚奉天一两，这枚币来自香港张煌的内地藏家手上。张煌将奉天一两的拓图啊寄给了中国钱币大师马定祥看。马定祥大师呢鉴定无疑之后啊，在上面盖上了定祥审定稀世之真两印。再将此拓图啊从香港寄给Econ看，Econ葛奈德以$2000购得这枚币。他公开表示啊，最爱的一枚币就是奉天一两了，应该是Econ最后一枚购得的重要钱币吧。当年购得时啊，Econ的书已经在香港排版完成了，所以当年书中啊就没有图片了。从他书中呢，我们翻译得知啊，曾经有一本1904年路易斯安那展销会中国展品收藏目录中的第2页里，有提到当年只铸造一枚奉天一两，因当时不受欢迎啊，而立即取消铸造计划。立即铸造一枚确实到现在也没有发现第2枚嘛。Econ呢，在1952年以$2000购得奉天一两，1941年呢，以$2500购得浙江楷书。主要原因啊，是1949年开始啊，受到世界经济的调整，再加上当时中国钱币市场由伍德华、施加干、秦子微的大批珍稀钱币出售出来，导致市场啊消化不完啊，直到1966年才慢慢的把这些钱币消化完，所以导致市场有一段时间的不稳定。71年之前的事情，因为这个 coin 是Con的一个 dream coin， 对，他找的这个 coin 找得非常久，因为他在52年买下，可能是最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钱币，他买下来。所以你看书上面它只有托片，当时买下的书已经编好了，而且我们还有原始资料，他跟那个 broker 的交流，当时书卖的多少本都有。这是奉天一两，他说很遗憾照片没放进去，因为书在香港印，是个400是书在香港印。直到1971年Econ专场拍卖，这本书呢正是当年1971年美国加州Econ旧场的公开拍卖目录。当时奉天一两成交$300，属于呢全场中国钱币最贵的一枚。同一场拍卖的第2名啊是广东寿字一两，$2100。这张是1971年7月14日的中国钱币报道里有详细记载，还有一份成交记录表。在这一场拍卖里啊，美国人 Goodman 买了将近一半的藏品啊。一位号称 DC 的美国人呢，与日本泰兴创始人 Oka 也各购买了全场的1/3啊。光他们3个啊，就已经承包买下了整场拍卖的80%以上的拍品。他们3位也都有出价抢购当年的奉天一两。从 DC 与 Michael 透露啊，当时日本泰兴 Oka 呢出价为第3名，最后 DC 与 Goodman 竞争下 ，Goodman 以$3000举下了奉天一两。所以有个小冷知识，就是1941年到1971年，浙江楷书在老大奉天一两不在家的时期，浙江楷书曾经长达31年来登上中国币最高价的宝座，直到1971年，奉天一两才打破中国钱币成交纪录。在Econ专拍呢，还有一位也是第4位，则是 Spink 拍卖，为客人买了长须龙金币。就这样啊，Econ的旧场啊就被几个人分刮掉大部分了。这几位最大买家啊，又开始纷纷推广这些钱币给自己的下家。今年泰兴拍卖的金本位张作霖，也正是来自Econ的藏品，在1972年由 DC 卖给了 Oka 的客人。我也正好去了日本，有幸上手来观看，也体验到了Econ藏品的魅力。1970年到1980年的这段时间呢，就说70年代吧，钱币市场几乎被5个币商所控制。第一个是美国 DC 嘛，香港的张煌，英国的 Andre， 台湾我舅舅李振兴，臭屁。当时他的下家是张秀清啊、刘改造，还有后期的新加坡林文虎。他们5个人啊是当时最大的币商，任何真品钱币啊都是要经过他们的手才能买到的。我爸爸周建福啊，当时就在李振兴店里学习，也看到 DC 啊常常到府谈生意。这几个人啊，应该算得上是钱币界的祖宗级币商啊。慢慢的，Econ这批藏品啊，又在市场上分散消化掉了。各大收藏家啊，都有分到一点。可以说啊，拥有Econ 2到3枚珍稀钱币啊，就算得上顶尖的收藏家了。
当初在1971年拍卖丰田一两3个人竞标 ，Goodman、Oka 还有那个 DC， 因为那个 DC 买了差不多1/3嘛 ，Goodman 买了一半，那 Oka 上买了差不多1/4。那这是在日本拍卖嘛，那些重要品给大家看一下，所以80%以上都是这3个人买，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交流很多是张黄认识那个 Andre， 认识 DC， 认识李振兴，还有那时候林文虎也有参与，这几个人在控制这个中国钱币比较好的市场。那时候阿茂可能还在做日本生意。我那个时候，当时阿茂29岁的时候，那时候到主要的精力都在股权上。对，在股权，而且在日本。这次东西在泰兴收回来也是很意外，因为这个东西是当初那个 DC 卖给那个 Oka 卖给他客人，放了30年在一个盒子里面，然后每个东西都有贴纸，这是抗的，对不对？所以因为那个东西没有被 Arakawa 跟他们挖走，因为一直放在盒子，根本没人知道，放了30多年，哇，对不对？所以这次才拿出来，这是日本上个月拍卖，这是那个泰兴的，对，泰兴的，就那个是抗美秀场嘛，对不对？因为这个就是那个 DC 的，对，当初买的，对在里面，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很多事情是一个可以连起来。奉天一两1971年以前的故事就是这样。OK， 接下来是陈金茂先生谈论当时1991年的这段故事。虽然70年代茂哥专注于股权研究但是80年代以后呢，茂哥可是成为最大的基柱币币商。我们先从茂哥常常提到的这位伊莱这个人说起。70年代中突然出现了一位美国买家，但是他住在英国，叫伊莱 Wallet， 并透过英国 Spink 拍卖刚刚提到的 Andre 的帮助下，收购了大部分的中国高档钱币。大部分依抗当年分散的钱币一下子又都回到了这位伊莱 Wallet 手里。这位伊莱 Wallet 呢，在60年代是一位有名的保险业业者，一个月能帮公司赚到1个亿美金的保险业务，非常有钱不过他的收藏时间不超过10年，大概是收到了80年代中是当时最强的买家之一。当时陈金茂先生活跃在台湾、日本，买卖一些高档的股钱，也收购了部分泰兴的依抗旧厂。80年代呢，茂哥接手李振兴的位置，租下了舅舅的店面，也认识了张秀清，成为了他的专属代理人到了1989年的 Eli Wallet 呢，一次整批的产品卖给了陈其茂先生，大部分高档的则是转卖给了张秀清先生。也正是我们现在能在张秀清先生1990年出版的《红溪美术馆图录》里面看到的大部分藏品。这段时间呢，最大收藏家几乎是从 Eli Wallet 转变成了张秀清先生，成为了第1大收藏家。对，这个1911年长居龙溪那时候是1670，好像就是伊兰买的，应该是伊兰的，这个应该是Andre去，因为他说第4个Andre买了，第4个大买家是英国的一个代表不可透露名，他这边有写，对 ，represented from England， Spink， 在这个那应该就是 Andre， 因为是我那个长期龙金呢是从伊兰的那个 collection 里面买到的，因为很多 DC 的东西跟抗东西都去了伊莱王的，没错，经过Andre，因为Andre是他唯一的代表，最好的那些品相的都是，是不是？对不对？所以是坦白讲，以前抗的，不是以前Goodman的东西，跟伊兰的东西，几乎都是从抗的 collection 里面买的，对，因为你可以查出他那个时候的资料，就是抗的，是那个延误，因为这里面很多东西都到你捞里面去了。伊兰呢是这样。它主要是都是龙的，第二，它只有全部都是一眼的，是，除了那套金棘，对，小的没有的，其他的都是大的，而且一代呢是以金为主，它是品相。你猜大伟猜为什么？因为一代是收中国瓷器的，是，对不对？他是后来瓷器，我知道，我看过他之前的其他的那些拍卖，是不是？对，而且是只收龙。是收拢，他因为很多是继承了 Eli Wallet 的这种品相和大的东西。我其实因为是美术史毕业出身嘛，所以我一直偏向的更多是品种和，当然我也有好品相的东西但是可能像 Goodman 的这个方向是更加的像我一直茂哥也比较知道嘛，像我跟他买的一些东西，更多是在
historical important， 对历史是的，挺重要因为这个故事也是当初我2017年去跟那个 DC 跟阿嘴在谈这事情的时候，我去年才知道阿茂这个 Eli Wallet 这个过程是跟我想象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当初是阿茂出来买，不是张骞一个人出来买，所以当初我都以为是张骞买，你是跟张骞稍微合作嘛，对不对？东西是你买下来的，对不对？分他一部分嘛，对不对？这个就跟我们了解的过程完全不一样。我自己把它买下来，但是我买以前呢，我已经把这批 collection 里面最重要的那些评价好的都已经告诉张骞，而且跟他说好的价钱了。是。在这之前呢，其实在1986年时啊 ，Goodman 来到了台湾找过张秀清。张先生在高档的餐厅啊，也请他吃了个饭。这次 Goodman 主要的目的啊，是将自己所有的藏品卖给张秀清，还开了价300万美金。Goodman 呢，只是简单做了一份清单表格啊，还填写上了品项。品项反正是他自己写的，钱币大颗小颗啊，品项好的、坏的，表单上几乎都有，可以说挺杂的啦。但是张秀清呢，因为自己主要是收藏主币嘛，品项上也挺挑剔的，所以交易最终失败。1987年时啊，从陈金茂口中得知啊，他去了加州找 Goodman 谈这批钱币。Goodman 呢，把所有钱币存放在3个不同的银行保险箱里。茂哥只看了一半的东西啊，就放弃购买了，因为东西实在太多了，还很杂，主要还是总价太高啊，他负担不起。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当时 Goodman 请茂哥吃麦当劳，茂哥心里想啊，你来台湾，我请你吃高档的餐厅，既然我去美国，你请我吃麦当劳啊？后来从周麦克那里得知啊，原来 Goodman 以前去香港找张黄啊、张汉生做生意时啊，张黄的办公室下就有一间麦当劳，因为方便啊，他们常常约去麦当劳谈生意，而且啊，当时的亚洲麦当劳还挺热门的，人超多，所以 Goodman 呢就以为中国约去麦当劳谈生意是最高的待遇，总算茂哥也还 Goodman 一个清白了。好像 Goodman 那时候也想整批卖掉，是不是Goodman 在1986年记不清了，不知道86还是87年呢。我就是看了他有到过台湾来，对，你有那么张秀清呢有出面请他吃过饭，我们还拍了一张照片。对，重要人都看到了。对，那么 Goodman 当初来的本意呢，他是想卖他的 collection， 是，他要整批卖掉。那么他有把他的目录做成 list， 就是详细目录有带过来。那么因为呢，只看到目录，没有看到实品，根本就没有办法估价。因为上面他写的品项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那么我记得我87年我有飞到美国去，专门去看他这批 collection。对，他有请你去麦当劳吃饭。对，然后我回到洛杉矶找他的时候呢，跟他去吃了一顿午餐，在麦当劳吃饭。因为那是最高的待遇，因为当初张黄跟张南生跟Goodman在香港都是在九龙的麦当劳，那是最高的待遇。那时候阿茂可能觉得他小气，因为每次张黄请他们都在麦当劳，我爽了对吧？就我心里想，他到台湾来，我们是请他在台北最好的餐馆演，是吃了一桌。那我去美国，你怎么听我吃？因为张黄在每次的交易都在麦当劳，九龙第一个麦当劳，所以他给你最高的荣誉。所以Goodman来之后，你去 LA 跟他谈，然后后来因为他那个整场拍卖开了200多万美金，他当初有没有给你提过价？他想卖多少钱？有。这批东西呢，坦白讲，他当初有提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是被你买的，你稍微看一下。不是老朋友。Goodman那批东西当初他好像要开价300万美金。那么我飞到美国去看东西的时候呢，其实因为它放在3个银行保险箱，对我只看了2个。可以只看了一个半，看不懂，所以根本就太多了。那时候 Mark Taylor 有没有出现？因为很多东西是 Mark Taylor 帮他在那个计划跟 Superior， 因为 Bruce McNeil 跟这个胖子关系很好。然后1991年呢 ，Goodman 举办了自己的专场拍卖，引起了钱币圈各大大佬前往。前往的大佬们啊，因为大多都是一起玩钱币的收藏家嘛。
大家各自都又认识，所以在茂哥口中啊，我们得知普通高档的东西啊，大家是有搓原子汤没错啦，像是户部一两啊有3枚嘛，大家就分配着看谁要拍哪一枚这样子，避免互相把价格抢上去了。但是大的东西呢，就大家各凭本事了。就是这一本目录呢，里面 Lot 号1561号正是奉天一两。Goodman 当时1971年在Econ专拍拍的，这次过了20年，轮到了 Goodman 啦。Goodman 的专拍奉天一两，当时陈其茂心里想啊，拍卖举办在美国，有可能买到便宜啊，于是就跟张秀清特别推荐了币王、奉天一两，还有很多的钱币。但是估价上啊是一个大问题啊，到底要用多少钱去买呢？前一晚呢，茂哥与张秀清先生啊商量出价策略。因为当时啊，在1991年之前的香港拍出了中国钱币最高纪录的是德国奉天的样币嘛，也是陈其茂为张秀清标得的4万美金。所以当1991年出现这枚奉天一两时啊，当时张秀清参考了前阵子最高纪录4万美金的基础上，加上了 50%， 出了一个6万美金的高价，准备标这枚奉天一两。陈其茂从帮 Dr. Osman Chan 的 Mark Taylor得知他们准备出价9万美金，后来陈其茂与张秀清商量是否提高价格，当下张先生果断决定啊，出到10万美金来标这枚奉天一两。到了拍卖当天啊，发现香港马德和与陈其茂互抢，并标得了拍卖号862的民国15年孙中山嘉禾1元，最终被马德和以82500美金得标，陈其茂是 underbid， 也是本场拍卖的第2高价。也好险奉天一两编号是1561，所以还在后面嘛。茂哥发现中途啊出现一匹黑马出来抢珍稀样币，从马先生那得知啊，他们要出到16万美金来标这枚奉天一两。这次茂哥与张先生电话中啊，又再次重新谈了一次价格。内容上大致是发现这场拍卖啊，各方高手云集啊，策略上改变为目标只主攻几枚大件重要的拍品。于是最终奉天一两以17万落锤，加上佣金呢，才是我们看到的18万7千元美金的记录。张秀清先生呢，瞬间成为了钱币收藏界最有名气的人。他如果排行第2啊，没有人敢说是第1，因为是1991年购的奉天一两嘛，所以因此没有收录到1990年出版的红禧美术馆的图录中。当年张秀清透露一个自己收藏钱币的原因啊，他认为呢，以他的条件啊，在别的古董字画领域买到最后啊，连屁都有可能不是啊，可是在钱币收藏领域里面却可以成为第1名的钱币收藏。张秀清呢，并不是像Econ Goodman 一样什么都收，他把自己的藏品精简化、精品化，他只收精品，马上呢就得到业界追捧的一位藏家了。到了2003年之后啊，张秀清陆续透过陈其茂与陈轩拍卖左小姐，慢慢的售出自己的藏品。这里啊有一张当年1991年这场拍卖珍稀钱币的成交记录。可以看到奉天一两的价格啊，是远远抛开了其他的珍稀样币。阿茂因为这些东西跟阿茂都有关系，所以我们也希望他当初去Goodman拍卖之前的一些过程，因为在Goodman拍卖还有一个过程大家都没有谈，就是那时候开会，因为那时候李正熙有参与，我那时候太年轻，我在车上发呆，可是你们在拍卖前谈了蛮久，什么有改造要这个啦，什么什么大家都有去分析。对不对？有些东西没有Goodman那场拍卖呢，其实没有像你讲的那样，就是大家所谓分好呢，就是把那个普通的东西，是，比如说他那场互不一两有3个啊，对，那么就好，这个由你买，这个由你买，这个由他买，是，大家不要互相竞争，因为拍那么高就没有生意。刚好周家子都买到，然后他被阿茂买。至于那几个比较重要的，是，那个比较少的，是啊，比如说那个什么那个奉天一两啊，中外红宝啦，啊，15年，那个15年那个大江啊，孙中山啊，是，那个浙江23年一言，这个呢就开放大家竞争，是，这个就大家就不谈了，反正个人举个人。因为Goodman有好多东西是有2、3个，包括我们那个Goodman抗的那个北洋一两，后来我们中国家买下来，后来在我们08年开始被阿茂买的，那年是我看过算品相最好的。
这样你像它73版本，一共不同的版本在它的里面要接近快10枚。对，而且它有加厚啊，有那个就每一个加厚这是一套嘛，有 Pro 的一套，它另外普通的都有4个。是。那铜的加厚也有，银的加厚。对，都有。那时候我才20多岁了，22还23岁，我能去。我们是从头到尾，我是他拍卖前2天我就到了，对，然后去看东西，看完东西以后呢，然后这个中间还要再去找人，商量，马德尔的客人呢，其实是一个新的买家，那么对中国的钱币呢是完全外行，那么他知道呢，根本这场拍卖是一个很重要的拍卖，很重要。那么他只要买2个钱币，一个就是清朝最贵的，一个就是民国最贵的，对。那么拍卖的第一天呢，不是拍那个15年张作霖吗？那个15年的孙中山正面被大家，那个呢就他买的。对，我知道。其实呢，在昆明这场拍卖，我要去美国以前呢，我跟张秀清我们有做过功课的，就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呢，我们都想打算包场，就是所有的好东西全部给他买过来。结果到了那边才知道，又有几个新的客人出来。这个15年嘉禾呢，我跟张秀清研究我们的价钱呢是6万美金的，当然拍卖的时候呢，拍到7万多，接近8万，只有我跟马德和到最后只有我们2个人在顶。因为我看老马那个手好像很志在必得，所以呢，我自己呢就自作主张。其实我的委托价只有到6万，我就硬是咬着牙把它顶到了7万2，但是还是7万5被他拍走了。我想让他多花一点钱，少买后面的。我当时心里面是这样打算的，原来的计划是希望通达，要全部买下。但是到了现场一看这么多竞争者，就知道那就挑重要的买。就是只要是张先没有的，刘改造没有的，那我们一定是买。因为当初这个整场拍卖是200多万美金，那你代表的人在这边买到1/3、1/4，应该蛮多的。我一个人就买了接近100万美金，那就拍一半，总共拍了200出头。我记得是80几万美金的，对，那就你占了超过1/3。因为当初这个拍卖根本是不是很高兴，这帮挑的跟我讲，对这个价钱。对，因为他私下都开300万美金。那么第一天呢，这个15年的大价就破了中国钱币的记录了，快1倍了嘛。那么第2天早上呢，我到那个饭店呢楼下去吃早餐的时候，刚好碰到老马也在吃早餐，心情很好。那我就坐到他旁边，所以就坐在他对面，跟他讲：“哎呦，老马，你的客人呢，怎么买手这么强，这么厉害，把那个连张秀清都干掉了，那个15年张作霖，那怎么买的这么高啊？就是说他那个客人是个新客人，就是想买一个最好的民国币跟一个最好的清朝。他说我昨天让他破了记录，我今天还要再让他破一次世界纪录。你那个客人对福田洋也有兴趣，他说对，那个客人给了他一个神经病的价钱。那我就跟老马讲说，老马，你可不可以把你的透露一下？说你也知道张先也想买这个啊，那么我不是叫你不要做，如果差太多就让给你。不是，我说你该举多少还是举多少，但是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底价？马德尔刚开始呢，他是不肯，他说这个是商业机密，我这个不能跟你讲。那么我又再一次跟他讲说，哎呀，你又不是不认识张先生，因为他跟张秀清跟我大客人啊，你们 Money Company 大客人，我们都是很熟的朋友。也告诉你，我的客人给我是16万美金，那个神经病。那个张先生一定看不到这个价格的。我听了以后，我就一下就泄气了，默不作声。那么好了，
他吃完早餐他先走了，对，我也顾不得人家吃的饱饱的，我也顾不得吃的，我把盘子一甩，马上跑上去开始打电话，是。结果电话那头呢，张先接过来，他说：“现在都几点了？你是有什么火烧屁股的要事要这么说打电话来找我？”我就跟他讲，张先丰田一良，我们10万美金也没有机会。马德尔的客人的委托价呢是16万美金。张先一听16万美金呢，他立马说：“啊，哪有那么贵的价钱？这个钱呢是要辛苦去赚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16万美金那么贵，开玩笑，让他买，让他买，我们不要。”这是他回答我的话。你先不要说不买，我有4个理由呢，我觉得你应该要买，你要不要听我讲讲看？你如果听完以后觉得我讲的没有道理，那么我们就起到10万美金。第一个理由，丰田一良呢，我觉得是中国龙吟里面的龙头。那么你不是最喜欢龙吟吗？那你其他的中国的龙洋你都全部有了，最后这个龙头你不买，那你这个龙吟的这个体系啊，你就不成为一个收藏体系。这也是你来挖的最大的遗憾。对，根本不可能的拆。对，你来挖的有找过根本。他说：“那你如果不买的话，你这个龙吟的体系你不是没有头了吗？”那么第二个理由呢，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新的买家，你刚刚进来买东西，那么第一个币就要你花这么贵，那我也不劝你买。但是现在呢，你手上有这么多好的东西，很多中国的银币你都有了，就差这个，你为什么不买呢？第3个理由呢，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要东挪西凑，要去砸锅卖铁，然后要凑钱，来买这个丰田一良，那我也觉得太辛苦了。你也可以不要买。但是今天不是啊，你不要说这个丰田一良16万美金啊，就算今天它是160万美金，对你张员外来讲也是9牛1毛啊。有太子汽车这个币啊，你是要买跟不要买，不是你买不买得起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你是应该要买的。最后一个理由，我们呢把丰田一良呢创造出一个天价，你就把它当做这笔钱呢是一个广告费。你把这笔钱花了以后，中国的钱币呢就提升，自然价格就会提升嘛。这是一定的。那你手上的那些你所目前拥有的币，你一样的水涨船高啊。他一听，马上挂你电话，是不是？没有，他一听就说，就是笑了，就跟我讲说，你老是煮我的酒，论你的英雄，煮酒论英雄嘛。你们在那边谈论谁是英雄，他妈的在喝的那个就酒是我论你们的英雄。他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他说他很快他也没有什么考虑就好，我们就跟他竞争。那我就跟他讲，因为拍卖呢有不确定性，是，谁知道半路会不会再杀出？不是没有啊，所以你要给我一个价格，然后我才好拿捏。张先生说这样好了，你自己看着办，你觉得多少钱买呢？你就多少钱买，我没有底价给你，无底价，你自己看着办好了。但是他只有一个要求，他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给我把它带回来，好，就等于是无底价了。所以这个币呢，从6万美金到10万美金，那么我又跟张先生讲说，张先生如果这样的话呢，因为我跟斯佩利亚呢不是很熟，是，我不能够先提货再付钱，是。那么现在呢，我银行的账号里面呢，美金就不够了。那么张先生跟我讲说，你把账号给我，我先打50万美金给你，到时候看拍多少钱，再说。我说好，那么就这个电话就结束了。那么第2天拍卖开始的时候呢，因为它估价是3万，对，3万，喊3万的时候呢，现场最少有6只手，大家都举手，因为美国拍卖跟我们大陆的拍卖不一样，它是拍卖官喊出一个价钱，要的人呢就先举手，是。那么拍卖官呢就他可以挑
350这样按照阶梯，对，2000、3000、5000、10000这样指随这样一直往上加。那么你如果过了你心理价位，你就放下来就好，就那到最后剩下一个人，那只手，那个人就是得标嘛。是。所以当他喊3万美金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下现场，最少有6只手。那么3万、3万2、3万5、3万8、4万，一直喊到6万的时候呢，哎呦，现场只剩下3只手。我1只手，马德和1只手，马克·路易斯·泰勒。是。然后6万2、6万5、6万8、7万、7万2，到9万的时候呢，9万2，马克·路易斯·泰勒那个手放下来，哎呦，他果然没有骗我。他真的挤到9万美金，这个 Mark 还是蛮老实。对，他一般老外在这方面，他可能比较不会骗人。没有骗你没什么，他只帮。那么到9万以后，就剩下我跟马德和了。是。那么过了10万以后呢，就1万块一个阶梯了，一口就是1万，所以呢，他就10万、11万、12万、13万。到了16万这一口的时候，刚好落在马德尔身上，那么老马手还是挤着。是。那么拍卖官讲17万，就说老马手放下来了。是。只剩下我一个人，17万，还有人要加吗？拍卖官。后来当这个落锤17万成交的时候呢，现场就响起热烈的掌声。是。那个时候我抬头看了一下。拍卖台上，你们看，根本就坐在那个拍卖台上的拍卖官的旁边。是。他那个脸笑的呢，我看他这2个眼睛呢，就像2个 dollars 那个钱那个符号一样。就当时他买3000嘛。对，那时候15%。就当初我就那时候，其实我也蛮感慨的。我心里面想，如果今天呢，不是我来帮张先买这个丰田一两，他如果委托别人，张先应该会买不到。对，因为别人可能不会像我这样。没错，去说服他，去说服他去。但是我是站在他的角度，是站在他的利益上面帮他讲。91年根本这场拍完以后呢，92、93中国币就开始慢慢涨，到93年，因为丰田一两的那个价格一出来以后，大家哇，中国币有这么贵的，是，所以中国币就开始慢慢涨。到了95年，当然就比91年好，而且接下来到了丰田一两第4位继承人周大伟的部分。2008年我在上海认识了周大伟，他的资历网上都能查到，反正是中国当代艺术界最强的推手之一任何只要是推广艺术方面的都有他的份。他在1991年时就已经知道 Goodman 拍卖拍出了丰田一两，当年他才6岁就知道这件事了。当时他就已经对钱币收藏相当的感兴趣，应该说对其他收藏领域也都很有兴趣了。最先开始收的是邮票还有球卡，听他说他的邮票收藏也已经是台面上的大佬级别了。不过自从认识我以后才真正开始收藏基铸币。当时我帮他去各大拍卖代标，广东72反版整套的，还有73反版，上海一两，贵州半元与20分，江南己亥半元2枚，新疆7钱2分。不经过我的有15年的张作霖，16年张作霖金，浙江楷书，寿字一两，湖北本省，劳工营大清国宝，喜墩版的老江南全套，飞龙签字等等的。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他问题相当的多我相信当时没有多少币商能够驾驭得了他的问题。他只要丢一个问题我不懂的，我就开始去查去研究。如果说他是我培养出来的一个藏家呢，我认为我是他培养出来的一个币商比较恰当。他是我见过最认真学习研究这些钱币历史故事的一个藏家，而且他很聪明，学习的速度相当的快没过多久我已经无法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不过为了解答他的钱币问题逼迫我更深入的研究钱币。毕竟很多珍稀钱币的去向呢，几位前辈大佬比我了解的多我记得他一直按着 W 键一直往前冲我反而是帮他按着空白键劝他不要出这么高的价位。
当年的 Stax 拍卖那套72反版，就是我帮大伟在现场标的。我在现场劝他已经超过我们的估价了。电话的另一端啊，大伟反而拜托我再帮他多举几口。现在回想起来啊，他也是靠他自己的果断及准确的判断力，才能买到这么多好东西啊。所以这个怎么讲？很多事情跟大伟都有关系，包括你买的那个 RBY 那2枚很好的铜板，当初我们跟阿茂是要把它买下来卖给张鑫。当时 Bruce 的那一枚 T206 Wagner， 是，我差点买下来了。是。但是我一直说，就是我觉得现在跟很多新的厂家接触，是，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其实真的可能不能说不尊重，我觉得更多是不了解这件事情。是。你像我当时收钱币的时候，这本书是被我翻烂了好几本，就这本书很贵嘛，拍卖买的很贵，我翻烂了好几本。我是这本书里面每一枚币我都记得很清楚，什么有多少枚，什么拍，虽然我说其他版本有多少枚，我是把这本书真的是几年里面每天在翻的。因为当初那个2001年你去买72反版的时候，那时候周弟帮你去标的嘛，对不对？看我跟大伟就从来没做过直接生意，因为你太聪明了，对不对？没有，我不聪明，我聪明的话就不会被他那几年生活那么痛苦，那么辛苦了。一个礼拜要去他家晚上2次，就陪他做，就是跟他磨2-3个小时。对，你很有耐心啊。对啊，你应该这么问吧？你有没有一枚没经过手的？我只能这样讲，没有一枚钱币呢是我没有上过手，每枚都有交易过的呢。唯一没有交易过的，只看到的就是那枚张作霖金。当初在对，就是你买的那枚。对。当初在香港拍的时候，他把我带过来。对啊。你去看。当然，这个我其实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其实中国机制币的金币。是，我是银魔金铸的这些，我有几个大的没有过。是。但是如果你说就是纯金的这个，如果从版式来说的话，我唯一没有的就是他手上那个。后面这个，因为你同时有2个大东西，对不对？不只是一个奉天1两，你是应该中国最稀少的金币跟最稀少的银币一起出来，我觉得这是对的。还有铜币，对不对？对，那个铜币怎么讲？本来是我跟阿豪的东西。到了2010年接近年底的时候，张秀清手上只剩下这枚奉天1两，但是呢，自己的病情啊已经相当恶化。如果放上承宣拍卖呢，或许自己等不到这枚奉天1两成交的那一天了。走到最后一步，却无法有一个完美的句点。这时 David 刚好委托我，请我爸周建福与张秀清联络。当时我爸还有点不知道该如何打这通电话，因为毕竟已经非常久没有联系了。这时看到 David 购买奉天1两的决心相当的坚定还是拨打了这通电话。张先生接到周建福的电话时听说相当的开心也正好像是命运安排好的一样，买家卖家在价格上几乎没有异议，很顺利的达成双方的同意。听我爸说过去张先生其实是很认可他的眼力的，买到什么币时都会询问老爸的意见。完成付款后当时是2010年的11月24号，周建福到府取币，能保有Econ跟 Goodman 当时拍卖的标签值，是我们意料之外的事。张先生突然说有这个东西让我们很惊讶，居然能有这么完整的资料足以证明流传有序。完成交易后还帮我跟周大伟在红旗美术馆的目录里面签名。可是他因为病情严重，写的字就比较歪歪扭扭的。好的。因为当初你这个你没去台湾嘛，是不是？你没有直接去台湾？我没有直接去，我当时本来是想去，但是张先生当时的身体非常不好，他其实不想见任何人嘛。对，所以对啊，所以其实交易完这个东西没多久他就走了嘛。对，但我有跟他通过电话。对。我们当时福军前辈 Stanley 与周麦克有去到美国 PCGS 总部参与他们的亚洲发展计划的讨论。2007年11月 PCGS 总裁 Ron Guth 和周麦克一起到北京，和福军的周建福、eBay 的马克、NNC 评级公司的 Bob， 还有东亚的 Bruce， 在上海有到上海博物馆和周翔看中国钱币的大珍品，还有访问云州上海福军周弟，就我啦。后来到了香港访问香港协会马德和
和2007年12月香港冠军拍卖。拍卖后到了台湾访问台北击币协会周建福和中华击币协会的陈文涛。1996年冠军拍卖的第一场拍卖 Ron Goose 还是当时的拍卖师，07年到2010年也是他来帮忙的。福军钱币周建福先生也是当时第一位 PCGS 的中国基铸币鉴定顾问，在台北宾王饭店楼上举办过 PCGS 的评级说明会，现场由周建福看真假， PCGS 世界币总评 Paul Stephen 评级分数。福军和 PCGS 的关系一直都非常好。当初 PCGS 向亚洲发展时Mario 是 Ron 从法国造币厂聘用过来的，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国际业务发展总监，最后做到了香港 PCGS 总裁相信不少人都还记得当时在香港钱币展销会的这位很爱笑的金发女士。亚洲 PCGS 的发展 Ron Goose 和 Mario 绝对有着最大的功劳。可惜今年我们的朋友 Mario 不幸病逝了，我们感谢他将 PCGS 带给我们到了2011年的4月份 PCGS 在香港有着现场送评的服务，我们联络了当时负责送评业务的 Mario 帮我们安排送评。 Mario 呢向美国那边回报奉天一两要秘密的进行评级。记得当时我跟我哥把奉天一两送进专门的送评接待的房间时房间就在马德河拍卖厅的旁边那间。 Mario 呢让我们等一下，为了不让其他的送评客户看到他们接待完上一组的送评客户时就请下面送评的客户在房间外等候。当时接待室为我们关上了房间的门，我们就秘密的提交了这枚奉天一两，并要求将过去的标签纸一起入盒。大家谈论了一下入盒的方式嘛。本来我是要求标签纸是要跟钱币放在同一个盒子里，但是没有这样的盒子设计，所以最后还是分开来放，只要评级编号是一致的就行。这也是 PCGS 首次这样子的客制化。晚上呢，与总裁 Don Willis、David 还有我爸爸周建福、我哥哥周君佑一起在一家高档的餐厅吃晚餐。 PCGS 特别兴奋能将奉天一两打入他们的盒子中。我这里也建议将来的奉天一两第5位继承人可以把这次承宣拍卖的标签纸也一起放进盒子中保持这枚的完整性吧。哪几个币你经手过，你是觉得是最有感觉，对不对？你觉得最漂亮，或者是怎么讲？这个问题就是你个人的喜好。像张先最喜欢那个大汉，对，他的军困，抗的军困就是你的奉天一两。是这个东西，因为大家一直没有，最后才拿到，是当然。最后面，就他那时候已经没有钱。阿茂，你的梦想币是什么？还有你最喜欢的这2个？你是说金币还是银币？都可以，什么币都可以。这个要看他现在手上有什么东西。我们做人很希望这一次奉天一两真的是一个很喜欢做研究，可能还不是很懂钱币，但是他因为这一枚币可能会成为中国未来最大的收藏家。就是他会把这个兴趣，对不对？因为抗应该是最伟大的收藏家之一，这个是他的捐款，没错，这应该有原因嘛，对不对？阿茂当初买这个应该是你这辈子应该是最大的成就之一吧？对不对？把它买下来，对不对？这个也是他的成名之作。这个对大家都是捐款，是，就是抗也是，Goodman 也是，张先生一直也是。我是从这枚币拍完，我6岁左右就开始收邮票嘛，当时就被这个刺激了以后，也是20年才等到。平均20年一次嘛，对不对？所以这次是很大的一个机会，所以在北京应该会左小姐这边要多加点椅子对不对？而且他应该也要做点直播，我觉得去让大家可以感觉这个气氛。所以今天讲了很多一级收藏品的故事，在这50年内因为价格的上涨，中国钱币也已经分散到世界各地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下，才有办法在这20年内陆续将一级品的钱币保留在内地。这枚奉天一两在海外也流浪了这么多年了，终于王者还是归来这次呢，我认为安排在承宣拍卖举行这个盛举是最完美不过了。我相信张秀清先生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再来就是承宣拍卖的左小姐一路来坚持卖家顶回自己的拍品收双方佣金执行的相当严格。我们家与承宣拍卖呢也合作了2代人了吧，我们也没有这个置挺的特例
所以相信啊，这次的奉天一两在承宣拍卖成交后的结果是相当的公开公正啊。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这枚奉天一两的拍卖结果，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周弟固定每周六呢，只在 YouTube、哔哩哔哩、Facebook 分享钱币收藏的事情。频道名称呢，就搜索币藏那些事就能找到了。这次内容相当的多啊，容我下周呢休息一周停更，谢谢。好的，我们下次见，拜拜。OK， 随便填哪里？对，你随便把日期写上去。今天是7月23号，这个是要给你一本，这是当初你的那个。这是所谓的，是证明你的奉天一两的历史地位啊，因为你的第1名、第2名差好多。我觉得不只是这个，我觉得更多还是里面所有的每一枚币的这些跟它有关系啊，对啊，对不对？哎，这叫见证历史的时刻吗？这个怎么讲？20年一次啊。阿茂是有幸可以参加2次了，对不对？下一次再20年，对不对？阿茂是几岁了？对，快90了是吧？阿茂现在67还是68？71了。哦，哎呦，91岁，还好了，还好了，张鑫活到97岁。币藏那些事的 YouTube 会员专属影片已经开启了哦，感谢大家多多利用。